奥迪 Q6L e-tron， 一款中型尺寸的纯电 SUV， 也是奥迪呢基于 PPE 豪华纯电平台打造的一款全新车型。有多新呢？你们之前在1.7奥迪的车尾标上见过奥迪1.7这么写的吗？奥迪在前，1.7在后，反正我以前没见过。Q6L e-tron 家族这次同时推出了2款车型，一款呢就叫 Q6L e-tron， 就是那种标准的 SUV 的造型，尾部看上去更有力量感，也更实用。还有一款就是我身边这台 Q6L Sportback e-tron， 顾名思义啊，车尾是那种溜背式的设计风格，看上去啊更运动，更有个性。2款车型的轴距都是2995毫米，车长和车宽也都是一样的。外观上主要的设计区别其实就是车尾那个车顶的线条造型。另外啊，Q6L e-tron 就是那个更像 SUV 的传统车型呢，在车顶还增加了行李架。这个直立式的前脸造型，尤其是车头车尾可以点亮的光环徽标，都是中国市场的专属设计。还有啊，车前的日行灯，还有车尾的 OLED 尾灯，也都各有8种设计风格可以选择，还是很了解咱中国用户喜欢啥的哈。车头一个64升的前备箱，这车也开始跟中国的那些新能源车一块卷起储物空间的设计了。半隐藏式的电动门把手，平时呢轻触就可以激活它的电动开关，而如果遇到一些紧急情况，比如说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据说这里会自动弹出一个红色的拉绳作为应急的机械开关，而在车里的乘客呢，用力拉2下门把手也可以激活它的机械开关。这台车也搭载了深度定制的华为乾坤智驾，整台车的传感器数量啊达到了32颗，这其中呢2颗激光雷达并没像很多车型一样放在车顶那个位置，而是布置在了车头比较靠下，保险杠左右2边这个位置，而且啊，2颗激光雷达都有自加热和自清洁的功能，这样呢也就避免了在行驶过程中有泥水溅上，或者在那种湿冷的天气因为起雾去影响驾驶辅助的功能。超纤绒的顶棚，大量的软性材质，门板发光技术，点阵透光打孔，真皮方向盘，还有前面的木纹饰条，包括 B&O 的音响，反正在营造豪华感这方面，我觉得奥迪完全不需要被怀疑吧。座椅也是专为中国市场开发的，靠背的海绵专为中国市场的用户加厚到了18毫米，坐在里边当然也更柔软、更舒适。11.9英寸的 OLED 驾驶员屏，14.5英寸的 OLED 中控屏，还有10.9英寸的副驾娱乐屏。驾驶员面前啊，还有一块88英寸的 AR HUD 抬头显示。这88英寸是怎么算的呢？就是从视觉上啊，像在你面前15米的位置放了一块88英寸的显示屏，大概就是那么一个尺寸。车机应用部分也是深度的本土化定制，各种应用包括手机互联、手机投屏这些功能都一应俱全。不过屏幕的界面啊，这些操作好像还是有点德国式的思维，看起来不够扁平化，不够简单，尤其是找一些设置的时候，可能还是得在一些菜单里边琢磨琢磨。当然好的一点呢，就是这台车支持非常强大的语音指令功能，而且连续指令它都能够识别的非常准确。你好，奥迪，我在。空调调到23度，空调已调至23度了。打开副驾座椅加热，已经开启了。主驾车窗打开1/4。好的。导航到长春机场，找到多个地点，第一个想去第几个？开始导航至长春龙嘉国际机场。播放5月天的《突然好想你》。正在播放5月天的《突然好想你》。表现真的不错吧？不过这个语音指令交互的功能啊，好像目前就只有前排2个乘客可以使用。我在后排喊你好奥迪，你看它好像就没啥反应。另外呢，今天这台试驾车后座也没有座椅的加热和通风功能，不知道后面会不会有机会作为一个选装的选项。但是这台车的后排空间其实还是挺出乎我的意料的，腿部空间2拳多。头顶虽然这台 Sportback 车型它是一个溜背的设计，车顶的造型啊有点往下溜，但是它很巧妙的做了一个车顶的掏空，所以头顶还是有3指的空间。那相信那个 Q6L e-tron 普通的版本，车顶的空间会更加的宽裕。另外呢，后排地板中间有一点点的凸起，前面有单独的后排空调控制，还有后排专属的出风口。后座呢也有可以调节的中央头枕，以及可以放下来的中央扶手。今天我们拍摄的这台 Q6L Sportback e-tron， 因为它车尾的溜背造型啊，所以后备箱的空间呢，高度的尺寸还是受到了一点的限制。而普通的那个 Q6L e-tron， 它的整个后备箱实用性就会更强，高度也会更高一些。后备箱里面左右2侧锚点挂钩这些配置都有，不过你可以看到啊，地板延伸到里面那个位置会有一点向上的坡度，应该还是为了给下面的电池和电机让出一点空间。
很好的一点是后座的靠背支持424分放倒，中间的这块可以单独放倒。这样呢，如果你要放一些长条形状的，比如说雪具的时候，左右两侧还是可以坐2名乘客。这台车的动力呢，来自一台后桥的永磁同步电机。那它的驾驶模式有平衡、动态、舒适、节能几种，还有一个个性化，可以自己去设定啊。那在舒适模式行驶的时候，整个车的加速其实是一种很顺滑的感觉，不会有那种非常突兀的电动车容易出现的那种加速时候非常刺激的推背感，让人不适的感觉。如果你把它切换到动态模式，那它的响应更快，而且同等的踏板深度，它的加速会更加的迅猛，超车也会非常轻松，即使在高速上超车都完全没有难度。但这台车不管是在哪种驾驶模式下，开起来感觉都很稳。只要不是你自己深一脚浅一脚那种开法，后面的乘客应该都不是很容易晕车。所以我相信这台车在乘坐舒适的这种感觉方面，应该还是做了很精心的设计和调教的。底盘部分啊，奥迪标志性的前后5连杆式的悬架，而且呢，这台车也配了 FSD 自适应阻尼减震器。其实 FSD 这套系统呢，是主要调节减震器的阻尼，在遇到路面上那种低频震动的时候 ，FSD 的阀门会关闭，整个阻尼呢就会更硬一点，它就可以去避免在连续起伏路面上那种忽忽悠悠的像船一样的感觉。但是如果遇到高频震动，就是我们经常说那种细碎颠簸、不停的颠簸的时候，它的阀门就会打开，整个减震器的阻尼呢就会变得更软一些，去有效的缓解路面上纵向的冲击感，让车里边的乘客呀感觉更舒适。车轮，这台试驾车也是前窄后宽的轮胎配置，前轮胎宽255，后轮的胎宽呢已经达到了285，更宽的后胎啊，当然也能带来更好的这种抓地稳定性。前后轮都是通风盘式的刹车，而且呢，前轮用到的还是 Brembo 的4活塞固定式卡钳。不过刚才我在车外特意看了一眼，好像都没找到 Brembo 的标志，整的还挺低调的。没关系啊，只要安全有保障就没问题。转向系统使用的是渐进式转向，车速越快，转向比越小。那解释一下啊，就是说，当你低速行驶的时候，打相同的方向，前轮的转向角度就会更大，那你在转弯掉头或者停车的时候呢，感觉就更灵活。而在高速行驶的时候，相同的方向盘角度，它的转向就会更小一些，这样高速行驶稳定性就会更好。更重要的是，这台车随着你车速增加，它这种转向比的变化还是很线性的。所以整体上，虽然这是一台纯电车，但是开起来很容易让我联想起曾经开过的那些奥迪的油车，就是能给你带来德系风格的这种驾驶操控感，同时呢也带来足够的安全保证。更重要的，这台车也带模拟声浪，而且车内车外都有 A-tron GT 同款声浪，这情绪价值也给你拉满。至于华为乾坤智驾这部分，今天的试驾时间确实比较有限，我也没能很深度的去体验。简单试了一下，在路上的跟车呀、主动的变道啊，包括避让行人、非机动车这些功能都完全没问题。当然，其实我们之前在很多鸿蒙智行的车型上体验过华为这套乾坤智驾，我也确实觉得它是目前中国市场上最好用的一套驾驶辅助系统。不过既然是深度定制嘛，奥迪这次也做了很多自己的算法优化。比如在这台车上，这套驾驶辅助系统呢就不再支持跨实线超车，也不再支持超速行驶，就让它可以更符合奥迪自己的这种驾驶安全的理念。那总之呢，接下来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也会再拿到试驾车，好好的来体验一下，看看华为这套乾坤智驾在奥迪车上到底是怎样的一种表现。电池和续航方面，这台车目前搭载的是107千瓦时的宁德时代3元锂电池，可以给它带来 CLTC 的765公里纯电续航。而且呢，这款车全域800伏架构，从电池、电机、电控到空调的压缩机都支持800伏。它也支持最快270千瓦的快充，这样的话，电池电量从10%充到80%，最快20分钟就可以完成。奥迪自己的底盘操控加上华为深度定制的乾坤智驾我在他们的产品资料里看到一句话，我觉得很精辟啊，德国精工融合中国智慧，你细品。现在啊，甭管曾经多辉煌、卖得多好的外国品牌，要想还在中国市场站住脚，你设计可以保持自己的个性，但功能方面，尤其是车机系统和驾驶辅助这些功能，必须得彻底理解中国用户的需求，彻底地融入本土化的设计和功能。你们觉得奥迪 Q6L e-tron 这波在中国市场的本土化够不够诚意？或者说定多少钱才够诚意呢？来节目下方评论区聊两句。